蓝忘机的瞳孔骤然紧缩，电光石火间已然一手按在腰间臂沉之上，却在分辨出来人身份时不动声色的又收敛了动作。魏无羡捂着他的嘴，倾着上半身靠了过去，只把人抵到一边的营帐上，眼角唇角俱是勾起了弧度，眸中却全无笑意，倒显出几分戏谑的冰冷来。他拿开了按住蓝忘机的手，撑在他脸侧，距离颇近的似乎连鼻尖都能互相触到。喉结不甚明显的滚动了一下，缓缓开口道：韩光俊，刚才你很能吗？蓝忘机面无表情的同他对视了一会儿，淡漠的别过脸去，从他的桎梏里拖出身来，理了理微有些褶皱的衣袖。魏无羡嗤笑一声，不依不饶地跟在他身后进了帐里。魏无羡斜靠在门边，看着蓝忘机一丝不苟地脱去外袍，自顾自地笑道：其实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能打过的，不是吗？蓝忘机将外袍挂上一侧檀木架，头也不回道：只凭你却是不行。魏无羡抱着手，指尖在手肘处轻敲几下，很快反应过他这句话身里的含义，不自觉地眯起了眼睛。蓝忘机走到桌边倒茶，暗绿的茶水刚满上半盏，不妨身后忽然一阵劲风袭来，背上被狠狠一撞，白瓷茶壶脱了手砸在桌上，连带着碰翻了几只茶杯，黝黑案桌上立刻爬上几道蜿蜒水痕，却已无人有心去管。魏无羡一手死死搂着蓝忘机，一手已然摸到了对方的胸前，微长的指甲在半遮半掩的锁骨处画了一个圈，就挑开了那曾经绣着卷云纹的衣襟。蓝忘机沉声道：魏婴。魏无羡全然不惧那声音里显而易见的警告意味，手上的动作反倒变本加厉起来，抓着对方松动的衣领向外一扯，露出大片结实的胸膛来。他点了脚底在蓝忘机的颈窝处，几乎把全身重量都挂在那人身上，有恃无恐一般道：怎么了？你这是不喜欢我这个邪魔外道？随后被自己逗笑了一般，颤了颤肩膀：不可能的吧？你不是说过最喜欢我的吗？蓝战。刻意拖长的尾音粘着在空气里，别有用心地掐了嗓子，做出几分不符合性别与年龄的纤细，像一把带了倒刺的钩子，在谁的心上甜蜜又残忍地狠狠一划。再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天地颠倒，他被人用力压在了身下，帐中地上铺了一层软垫，倒也没觉得硌得难受。魏无羡对上自己头顶上方的目光，话音里满是调侃：这一点倒是没变，还是一点都不惊动。蓝忘机抿着嘴唇一言不发，抬手就要去扯他的外衣。魏无羡按住他那只手，下巴点了点门外，善意地提醒道：门可是还开着啊。嘴上这样说着，却不慌不忙地抬起一边膝盖，撩拨似的在对方胯间顶了顶。蓝忘机的眼底几乎爬上了血丝，闻言扭过头去看门口，目光在那两道虚虚掩上的门帘上停住片刻，又恶狠狠地转回来，重新死死地锁在他的身上。魏无羡被他骇人的目光瞪得有些心悸，却还不知死活地继续逞强道：我是无所谓的，被人看见也没什么，但你呢？这事儿要是传出去……顿了顿，兀自笑了两声：也对，传出去肯定也是说我不要脸的纠缠于你，毕竟不食人间烟火的韩光君又怎会……蓝忘机终于听不下去，低下头去堵住了他喋喋不休的嘴。腰带被用力扯开丢在一边，黑色白色的衣衫大大敞开落在身侧，赤裸的胸膛上印着一个刺目的太阳纹章，将那片皮肤的肌理烙得狰狞可怖。纹身往下又是数道伤疤，新的旧的，深的浅的，交错横陈在略显苍白的肉体上。比那些痕迹都要显眼的，却是朵朵暧昧的吻痕，中心嫣红，边缘浅淡，像落梅一般盛开，似乎还能从中找到几弯牙印，仿佛自欺欺人的要遮掩住什么，却终是欲盖弥彰。蓝忘机带着人滚到榻上，又在震动交缠间重新滚下地来，毫无保留的让肉体与肉体互相碰撞。沁出的汗珠在燥热的空气里蒸发殆尽，徒留下淡淡的辛酸味道，不依不饶地纠缠着那道高雅檀香，从霁月光风里跌落进红尘万丈。衣料摩擦的声音，暧昧不明的水声，肢体触到地面的闷响，近在咫尺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，反倒是几十米、几百米外的声音愈发清晰地传入耳窝。修士们抱怨那战事无常，担忧着家乡的妻儿，愤慨又无可奈何的话语，急匆匆的脚步，佩剑相击的铿锵脆响，毫无阻碍的就响在他们耳畔。魏无羡紧紧拽着身下软毯的一角，在被深深贯穿的快感中起伏挣扎，
恍惚间，清明的神智像是捕捉到了帐外的什么声音，眉头一蹙，推了推蓝忘机的肩膀：“喂，有人来了。”蓝忘机停下片刻，侧耳听着外头动静，不仅丝毫没有起身的意思，下一刻竟是又重新蒸发起来。魏无羡的身子猛然向前一扑，回过头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：“蓝湛你！”蓝忘机用力捂住了他的嘴巴。子夜时分，江澄提着三毒站在整齐的队列面前，他身边立着魏无羡，还有蓝忘机同其他几位家主。一名修士匆匆退到他身边，简单行了个礼，道：“宗主，都准备完毕了。”江澄点点头，目光在面前一众修士身上一一扫过，最后意有所指地停在魏无羡的身上。魏无羡了然地越过他走上前来，向队列前头那些上等修士道：“可以的话，希望你们能给温狗留个全尸。留着有用，不行也罢，我不强求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微微侧着头，一手按在陈情上，眼神如睥睨众生一般狂妄，嘴角挑起几分弧度，叫帐前篝火映得愈发冰凉。江澄以三毒指天，铿锵有力道：“即刻出发！”8000修士顷刻间结队而出，黑色的夜行衣完美与周遭祭色融为一体，人影过后，只余下细微草动，叫夜风吹散了，便不留一点痕迹。魏无羡所料着实不错，驻扎江陵的3000温家修士并未想到世家征队会如此迅速的发难，大部分人还在帐中安睡，只留了小批人马做例行的守夜之事，等到发现的时候也已来不及了。瞭望台上那名年轻的温家修士刚张口喊出第一个字，就叫凭空一剑迅即间袭来，深深刺穿了胸膛，喷涌而出的血液溅在他胸口的岩阳纹章上，同主人眼睛里一般的不甘和意外。江澄站在台下召回三毒，右手紫电长鞭瞬间在掌心现形，支支电流如毒蛇一般，在夜色里吐出危险的信子。众人头顶是一片漆黑夜幕，3000星汉，浩渺天河，亘古不变的凄凉冷月，遥遥向人间洒下数道清辉。远在几百里外的寻常人家正拥着贝亲酣然入睡，在梦中悄然走过几番寒暑轮回，殊不知此时此地，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已经拉开了他壮丽的帷幕。叫喊声、惊呼声、怒骂声，骤然亮起的烛火沿着连营烧到远方，霎时将这片战场映照得如同白昼。比火光更明亮的是剑光，势如疾风，冷如闪电，无情地割裂开混沌的空气，在茫茫夜色中画出纵横交错的流线。混战一团的修士里，却有一人没有握剑。魏无羡负手站在两方交锋的战圈里，刺鼻的鲜血味道让他浑身都兴奋地站立起来，一双眼睛不知何时竟如映了星辰一般明亮。只是那群星却在陨落，在爆裂，电光石火一线间倏然炸开的美，残酷又绚烂。他几次抬手，似乎想要从腰间抽出惯用的长剑随便，手掌几度开合，像是虚虚握住了什么无形的剑柄，就要信手挥开。有人发现了他，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手无寸铁的他，他们持着佩剑向他冲来，周身是流淌的灵力织成的网，会在剑尖上最锋利的一点，直刺向他的心口。噗，利器没入血肉的顿响，几点斑斓溅在脸上。得手了！那温家修士还来不及高兴，抬眼却见被自己刺穿的哪里是刚才那黑衣人，分明是一具面目可怖的狰狞尸体。那尸体身上还穿着炎阳烈焰袍，却几乎被削掉了大半张脸，眼珠子摇摇欲坠地挂在眼眶里，胸口是那个方才被自己刺出的大洞。他却像浑然没有感觉到，抬起手反抓住了刺进胸口的剑锋，猛地向外一拔。你魏无羡安然无恙地立在他不远处，饶有兴致地看着他，哆哆嗦嗦地说不出话，冷然笑道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不打了？你不打他，他可要打你了呀！”哈哈哈哈哈哈！夜风烈烈，天将破晓，江澄将挡在他身前的最后一个人斩下，抹了一把脸上血迹，环视一周，喊道：“如何了？”三三两两的修士向他靠过来，巨石一般的疲惫神色。这3000人应当是勉强。宗主！不远处急匆匆的御马冲来一人，被脚下尸体一绊，差点跌下马来。江澄厉声道：“有什么事？好好说。”那人忙抬起一张脸，半是急切，半是慌张地道：“援军，是温氏的援军。”风向变了。江澄抬眼望了望前方，果然瞧见一方若隐若现的剑光，啐道：“动作可真快。”
一名搀着伤员的修士担忧道：“怎么办，宗主？我方伤亡人数也已过半。”慌什么？黑色的靴子踩在草地上，那修士狼狈地抬起头望去，却见来人身上不沾有半点血迹，步子悠然似漫步闲庭，仿佛周围的激烈战事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江澄蹙眉道：“他们来了。”魏无羡从腰间抽出陈琴，来得正好。漆黑的笛身送到唇边，薄唇轻启，清越笛声如飞鸟入林，惊动草叶沙沙。那些修士们都不禁停下了动作，望向他，却见那草叶声竟不是一响，笛声所至之处，脚下土地纷纷震颤不休。啊！一名修士惊呼一声，只见他身边卧着的那几具温家修士的尸体竟动了起来，仿佛被什么操控着一般，站起身来，猛地睁开一双翻白的眼睛，无神地四下张望。那修士战战兢兢地举起了手中的剑，谁知那尸体却并不看他，从他身边绕过去，追着笛声的源头去了。欢迎升级成为世家公子，听完整版小说。